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呀，一个差不多被遗忘了快2000年的承诺，怎么会，突然之间以一种能震动全世界的方式，又重新被大家想起来了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可以说几乎被历史尘封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头扎进历史的长河里去看一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么漫长的世月里，一直就有一座希望的灯塔，对吧？它的光啊，就那么穿过时间，穿过空间，给无数迷茫的人指引方向。那这个古老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句“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”。你看这句话，它可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安慰，它其实是整个信仰的基石，是一种终极的盼望。盼望着什么呢？就是盼望万物最终都会复兴，回到最完美的状态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应许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它就像一条金线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去追溯一下，看看这条线是怎么把不同时代、不同处境的人都给紧紧地连在一起的。你想想看，从最早那些在旷野里仰望星空的先祖们，一直到后来在宗教改革的风暴里坚守信仰的那些勇士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心里头烧着的是同一个盼望，就是那个荣耀的最终的降临。真的，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们力量，让他们能穿越任何黑暗。而且你看，这些宗教改革家，他们可不是回头看历史，他们的眼睛啊是望着未来的。他们心里头那种火热的期盼，就是盼着那个伟大的日子赶紧到来。在他们看来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，真的就是近在眼前了。一般来说，一个这么大的承诺，常常都会伴随着一些不寻常的预兆，对吧？圣经里头呢，不光是记下了这个应许，它还特别清楚地写了，在这个应许实现之前，天上和地上会发生各种各样让人震惊的迹象。这些预言描绘的画面可以说真的是惊心动魄。你想想，大地在剧烈的晃动，太阳整个黑掉了，月亮呢挂在天上，像血一样红。这些现象绝对不是我们平时能见到的，他们就是要给全世界发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。好，历史的指针就这么指向了1755年，就是这一年，预言里的第一个大预兆，用一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方式来到了人间。里斯本大地震，这真是一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灾难。它的震感你知道吗？覆盖了整整400万平方英里，从非洲一直到格陵兰岛都能感觉到。然后60英尺高的海啸直接冲向海岸，在里斯本仅仅6分钟就有6万人没了。当时啊，好多人都跑到新建的大理石码头想躲一躲，结果呢，整个码头瞬间塌了，全都掉进海里。最后估计总共有9万人在这次灾难里丧生。这场灾难真的震动了整个欧洲，也让人们亲眼看到了古老预言的第一部分就这么残酷地变成了现实。大地的震动还没过去呢，下一个预兆又来了。这次呢是在天上，主角就是太阳和月亮，他们要给世人上演一场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天象奇观。这里有一段描述，它不是后人编的，是一位亲眼看到那一切的人当时记录下来的。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本来是阳光明媚的大中午，天突然之间就黑了，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给吞掉了，整个世界一片死寂。这就是1780年5月19号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亲身经历的可怕一幕。所以呀，这一天在历史上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黑日。你要知道，它不是日食，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天气不好，它是一种怎么说呢，特别深、特别彻底的黑暗。从中午开始就得点蜡烛了。当时最厉害的科学家都搞不明白，完全解释不了这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呢，到了晚上，天上的黑暗总算是散了点儿，月亮也出来了。可是当人们抬头看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那月亮竟然是血红色的。这一幕简直是太惊人了，跟2500年前先知约尔在古书里写下的预言一模一样，分不毫差。你看，天和地都变了颜色，预兆一个接一个的出现。按理说啊，全世界的教会这时候应该都警醒过来了，
对吧？应该满心期待才对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现实情况啊，跟我们想的完全是两码事。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。你看，早期的那些改革家，他们心里头那种对未来的盼望像火一样在燃烧。可是到了后来的教会呢，这团火慢慢就灭了，大家开始满足于现状，追求世界上的好处和安逸。那个曾经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伟大承诺，就这么被扔到角落里给忘了。其实啊，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奇怪，因为基督自己早就警告过了。他说，在他回来之前呢，世界会陷入一种属灵的沉睡状态。到时候，人们的心思啊，全都被每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怎么享乐这些事儿给占满了，完全忘了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所以你看，从表面上看，一切都好好的，教堂还是那么宏伟，仪式还是那么庄严，传统也都在。但是，就在这个华丽的外壳底下，那颗本来应该充满活力的信仰的心，其实啊，已经慢慢的停止跳动了，变得又冷又硬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那些本应该守夜、应该发出警告的领袖们，自己都已经睡着了，那这个唤醒世界的警告，到底要由谁来发出来呢？历史啊，好像总是在上演着特别相似的剧本。那些自认为是真理守护者的官方的宗教领袖们，又一次对这个时代的征兆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面前。要是那些学者呀、神学家呀都看不见，或者说都选择了沉默，那这个信息到底要交给谁呢？谁会站出来把这个被遗忘的真理重新捡起来，向这个沉睡的世界大声呼喊，让大家醒一醒呢？这个答案啊，其实就藏在了历史里。你还记得吗？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个天大的好消息并没有告诉耶路撒冷的那些祭司和老师，而是给了一群在野地里大半夜还醒着看守羊群的普通牧羊人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这个伟大的信息又一次绕开了那些睡着的权威，传给了谁呢？传给了那些虽然卑微，但是很忠心，在黑暗里头还一直坚持研究预言、警醒等待的普通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贯穿历史的循环。一个神圣的真理要往下传，它往往不靠那些庞大的机构或者什么权威人物，他会选择谁呢？他会选择那些敞开心扉、愿意去听的谦卑的人，然后就由这些人把真理继续向前推进。就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说历史真的会重演，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喧嚣和干扰的时代里，今天的牧羊人又是谁呢？又有谁正在警醒地观察着、聆听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预兆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